美国连伊朗都搞不定，为什么还不怕不断崛起的中国？随着近些年来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许多人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毕竟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连自己的宿敌伊朗都对付不了，又哪来的勇气不断挑衅日益强大的中国呢？其实对于中国，美国不是不怕，他们挑衅我们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害怕了。美国与伊朗的关系起初并非如今日般剑拔弩张，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5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伊朗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因其战略地理位置成为盟军的重要通道，帮助运输战争物资至苏联。战后，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主要目的是防止苏联的扩张和影响力增长。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遏制苏联南下的关键国家，因此美国支持伊朗的现代化和军事建设，希望通过强化伊朗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增强其作为地区盟友的能力。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在这段时期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峰，双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然而，这种友好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上世纪50年代初，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当时，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政府试图通过收回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权，摆脱英国在伊朗的经济垄断。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西方在中东的利益。1953年，在英美情报部门的策划下，摩萨台政府被推翻，伊朗沙国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重新掌权。这一事件成为美伊关系的转折点。尽管表面上双方在随后的20年里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暗地里这次政变在伊朗国内激起了对美国的广泛不满。这种潜在的敌意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爆发，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建立了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伊朗的内政，也彻底颠覆了美伊关系。革命后不久，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长达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令两国关系跌入谷底。此事之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逐渐变得不可修复，而美国也开始了对伊朗漫长的全面制裁。到了1980年代，伊朗与伊拉克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美伊敌对情绪。美国不仅秘密支持伊拉克，还通过海军介入直接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武装冲突，伊朗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也随之加剧。1990年代，伊朗的核计划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美伊关系中新的核心矛盾。美国视伊朗核计划为美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的重大威胁，并不断通过制裁和外交手段试图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小布什政府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之一，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此后，无论是经济制裁还是军事威胁，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都趋向于更加严厉。美伊关系彻底恶化之后，美国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试图遏制伊朗的实力和反抗。然而，尽管美国凭借其全球霸权地位对伊朗发动了多次制裁和孤立行动，但这些举措却屡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伊朗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展现出顽强的抵抗力和战略韧性，使得美国的打击逐渐显得有心无力。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多年来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试图通过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和金融活动来削弱其经济基础。尤其是在2006年后，美国推动了一系列国际制裁，使伊朗的经济几乎陷入瘫痪，通货膨胀率飙升，国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然而，伊朗并未因此而屈服，相反，伊朗通过发展国内经济，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贸易联系，以及推动进口替代等措施，逐步找到了应对制裁的途径。虽然制裁确实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却未能撼动伊朗政权的根基。在军事上，美国多次威胁对伊朗采取武力行动，尤其是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然而，伊朗始终坚持其核计划，表示该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并利用这一议题在国际谈判中与美国周旋。与此同时，伊朗通过支持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武装组织和政权，如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府和也门胡塞武装，扩大了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形成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牵制。尽管美国在中东地区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存在，但面对伊朗的区域性影响力，美国却难以有效遏制。伊朗的反抗不仅表现在国内对制裁的应对上，也体现在国际外交的巧妙运作上。伊朗通过巩固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寻求多极化的外交支持，同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对美国形成反制。美国的中东政策因此陷入了一种悖论。
尽管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制裁上拥有绝对优势，但伊朗的地域性影响力和顽强的抗争精神使得美国的策略效果大打折扣。在国内，伊朗领导层不断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并将美国的制裁和威胁视为外国干涉，利用这种情绪激发了国内的民族团结。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打压措施不仅未能削弱伊朗政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伊朗社会对抗外部干涉的共识。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对伊朗的打击中虽然占据了明显的实力优势，却未能达到其战略目标。伊朗打不死的特质使得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常常陷入两难境地，虽然有心制裁和威慑，却往往力不从心。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局面也引起了许多人疑问，既然美国连伊朗都搞不定，为何还要屡屡前来挑衅中国？美国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吗？事实上，美国频繁打压遏制中国，不是因为美国不怕中国，恰恰是因为美国过于害怕中国，害怕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全面崛起。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享有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然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崛起，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飞速进步，让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且正在多个高科技领域赶超美国，这一切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敌对，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恐惧。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彻底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打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和军事格局。美国的决策者们深知，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全面崛起，世界可能不再是由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会转向一个多极化的新秩序。这种前景让美国感到不安，甚至恐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从贸易战到科技封锁，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几乎动用了所有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崛起。这些举动表面上看似强硬，实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美国试图通过一系列施压手段延缓或削弱中国的发展势头，以确保自己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与对待伊朗不同，美国在对中国的策略上显得更加复杂和谨慎。美国深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远非伊朗可比，简单的制裁或军事威胁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国际对抗。因此，美国在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试图在国际舆论和地区事务中孤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而复杂，彼此难以割裂。美国对中国的策略其实是一种防守中的进攻。美国的真实心态是，他担心中国会取代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美国试图通过不断制造摩擦和对抗来拖慢中国前进的步伐，让中国的崛起变得更加艰难和曲折。这种策略不仅是对中国的打压，也是一种心理战，试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来影响中国的战略决策。因此，我们说，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并非因为不怕，而恰恰是因为过于害怕。害怕一个崛起的中国会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害怕中国的成功会证明美国模式并非唯一的成功路径。这种深层次的恐惧驱使着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压，试图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提前设置障碍。然而，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恐惧往往导致行动，而行动本身也反映出对手的强大。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实际上是对中国力量的一种不情愿的承认。2023年3月15日，中国参与了在阿曼湾海域进行的多国联合军演，解放军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如今的中国实力。同时，一个问题也再次被提了出来，哪国部队是如今中国解放军的对手？在众多的回答中，美国军方智库高参们给出的答案其实最为准确，也最让人们惊讶。每当谈论起有关中国解放军实力的话题时，总有一个事情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中国解放军的实战问题。中国解放军参与的最近一次军事战争是上世纪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到如今这长达40余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一场战争，这让不少人开始质疑中国解放军这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战争，等进入真正的战场还能有战斗力吗？虽然解放军已经40余年没有正式参加过战争，但解放军部队的实战训练这几十年间其实从来没有终止过。军事演练一直是和平时期我国锤炼解放军部队战斗力、提高士兵军事能力的主要手段。
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直是我国解放军部队信奉的真理。反观很多国家的部队，即使真正上了战场，也无法做到如我军一般心性坚毅。经历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200多场战斗的美军，论参加战争的次数，可以算是现在全世界各国部队中的顶流。身经百战的美军却在参加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由于美军士兵害怕当地民众潜入到部队驻地报复而匆匆撤军回国了。再把目光转向一直鼓吹自己士兵意志力强劲，将自身部队视作国家顶梁柱的日本自卫队。2011年3月，日本福岛遭受了里氏9级的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让福岛地区的主要核电站遭受到破坏。本应前往福岛参与抗震救灾行动的日本自卫队，却被爆出因为害怕受到核辐射而拒绝了政府的军令的丑闻。由此可见，决定一个国家军队实际作战能力的，并不是这支部队参与战争的次数。除了军队士兵们的作战能力外，衡量一支军队实力的还有军事武器。大部分人对于军事武器的作战理解还停留在步坦协同空军打击这一概念，实际上这种武器概念的理解仅仅适用于二战前后。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80余年，现代化的军事武器也彻底进化成为我们认知之外的形态。没有强硬的军事武器，即使士兵们的斗志再高涨，战斗经验再丰富，也只会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之人。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号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拥有100多万名久经沙场的士兵，但在美军现代化武器的降维打击下，甚至连美国士兵的面都没见到就被轰炸了首都。这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决定一个国家部队战斗力底线的，永远是这个国家在军事武器方面的研究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论国家大小，大家都可以制造出符合作战要求的枪械和炸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小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军事武器的生产能力，只有一部分的国家才能生产出战争需要的飞机和坦克。到了今天，现代化的军事武器往往只掌握在几个国家的手里，甚至很多现代化军事武器都形成了一家独享的技术垄断局面。很多我们日常中感觉很先进的民生技术，其实都脱胎于现代化的军事武器中。智能手机必备的定位系统 GPS 就是美国军方的卫星定位系统，是为了给导弹精准定位才被研究发明出来的。维系互联网正常运转所必备的计算机，最早也是为了破译导弹发射路径和情报编码。可以说，全世界最尖端的技术都供给了军事武器。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大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未落人后。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这几十年广义上和平时期，中国一直居安思危，从未放弃过对于军事武器的研究。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重新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只能做好一切准备，保证武器的先进程度。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永远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手中没有剑与有剑不用永远是两个概念。最先进的5代战斗机，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的部队拥有，其中就有中国解放军。现代化对空防御最有效的反卫星武器，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的部队拥有，其中就有中国解放军。实现划地域超远距离打击的洲际导弹，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的部队拥有，其中就有中国解放军。核领域的真正话语权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有，还是有我们中国。如今的中国解放军还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高超声速导弹东风系列导弹，可以充分发挥出洲际导弹的个体性能。我们还发射了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突破美国在卫星定位系统领域中垄断的国家。同时，我国高度集中的军工生产体系也能够让这些武器大规模、高质量、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一旦进入到战争状态，我国如今完善的军工体系将会发挥出极其巨大的作用。中国解放军部队也将在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武装下，将自身的战斗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拥有先进武器的又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就算抛去美国和俄罗斯，难道其他国家就没办法掌握现代化武器吗？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真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武器优势吗？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一个从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国家突然获得了100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这个国家可以成为赶超中国的空军强国吗？答案只有2个字，不能。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能力生产第5代战斗机一定要的战斗机燃油，如果有战斗机燃油呢，这个国家也无法给这批第5代战斗机配备相应的战斗机维修师。如果有战机维修师呢，这个国家也制造不出来战斗机日常维修所需要的标准化零件，更不要说战斗机的核心发动机和智能化系统了。就算将整架飞机的设计图纸全部交到这个国家手中，没有人手把手教，甚至都很难将这些飞机开走。
所以说，中国解放军所拥有的强大军事武器背后实际上是夯实的教育与经济基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几何式的飞跃，跨步成为了当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雄厚的经济实力让中国的军备实力从当年的汉阳造拉近到了如今的世界顶尖水平。素有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也在这几十年间疯狂地发展基建事业，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多条直通边界地区的铁路拔地而起。这些铁路直接打通了中国解放军各个战区之间的连接路线，也让各地的军事武器可以通过铁路以最快的速度投放到需要的地方。无论是高原雪山、腹部盆地、荒芜沙漠，还是北原草场，发达的后勤运输投送体系都可以第一时间将军需送到解放军部队的手上。解放军现有的大型运输机和航母更是可以实现多层面立体式运输，将坦克、战机等大型军事武器直接输送到战场上去。如此庞大的军工系统所需要的是更加庞大的培养机制和技术支持，这就离不开我国众多的军工人才。中国作为现在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早已将上学接受教育当作常态。其实中国在刚刚建立的时候，全国文盲率高达恐怖的 80%， 这就意味着10个人之中只有2个人会识字，更不要提受过高等教育。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把我国的教育问题当作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发起扫盲行动，并推行9年义务教育，确立公有制教育的地位。中国现在全民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让无数欧美发达国家瞠目结舌。我们习惯的教育情况，在优质教育被垄断的外国人眼中是那么美好，却又遥不可及。大力发展教育平等化、教育普及化的中国，如今也是拥有了接近180万的科研人员。这夯实的教育和经济基础，为中国解放军彻底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实力地基。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美国的军事专家也不得不给出一个答案：世界上没有哪国的部队是如今中国解放军的对手。我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绝对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将强大的部队当作实现自己野心、向他国侵犯的手段。中国解放军部队永远只会保卫祖国、保护人民，永远不会依仗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永远只会是一支维护和平的正义之师。